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以一看起来，这个川普不是才告诉大家，哇，这12天结束了这场战役，已经迎来了美好的停战了，那已经有停火协议，结果哇哇哇，他们还是在打哦，让川普就不民主。那现在川普呢就非常愤怒啊，大怒。怒轰以一，你们怎么可以违反停火呢？面子都挂不住了。那现在要求以色列不准轰炸伊朗，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讲说，以色列不要投下那些炸弹，你们若这么做，将是对停火的重大违反哦，让你们的军机飞行员回家，现在就回家。那川普讲到了以色列和伊朗，气到怒喷脏话，我们来听一听。Israel,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ut and they dropped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d never seen before. So I'm not happy with them. I'm not happy with Iran either. You know what? We basically hav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doing. Do you understand that? 挖的什么的，你们懂吗？那真的是气到了。那其实为什么这么气，就是代表现在在以伊事件上面，美国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影响力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气得破口大骂。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要求以色列要停止攻击伊朗啊。纳坦雅胡怎么告诉他？他说我无法停止哦，并且需要对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某种回应。所以纳坦雅胡也不听话嘞。以色列官员说，目前以色列空军已经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的一座雷达设施发动空袭，此举是对于伊朗在停火之后还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的报复行动。那但是这是就是以色列发的吗？以色列的伊朗的官媒是否认了，说不是我们哦。那关于停火协议之后这个2个飞弹的消息，他说是假的。伊朗的安全高级官员就讲说，这其实我们并没有向以色列在停火协议之后发射任何的导弹啊。那到底是哪里来的导弹呢？难道又是一个假旗行动吗？那中国大陆的态度，他说到，中国高度关注中东局势发展，不希望紧张局势轮番升级哦，希望停火能够尽早实现，这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这个中方的态度。那再来，这个到底现在局势是怎么回事啊？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了。我们伊朗也不追求拥有核武哦，可是被外界质疑说，你会不会表面上说不追求，私底下继续研发呢？那佩泽西奇扬是说，敌人妄图摧毁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引发了社会的动乱，这个阴谋是彻底失败的。相反来说，以色列重要的设施遭受到重创啊，这表明呢，以色列你想要来偷袭我们伊朗呢，这个冒险行为是要付出严重的代价的。那 CNN 还说，初步评估显示，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的核设施攻击看起来并没有摧毁任何东西，就是并没有真的让核设施给毁坏显示呢，可能最多只能让伊朗的核能力发展延迟数个月。那白宫的发言人他说，这样的情报呢是乱讲的，这是不具名的鲁蛇去泄露了最高机密这些评估错的离谱。但这其实很矛盾就是既是最高机密，为什么又说是错的呢？那代表说他真的是泄露出了机密嘛？那这个美国的防长这个赫格塞斯他说，根据我们掌握到一些消息，轰炸行动是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如果任何人声称炸弹不具有毁灭性那些都是试图要诋毁的。所以他们2个是赶紧出来护航川普这一次的行动。但是呢，来看看这个西班牙的议员讲到了美国是非常的愤怒，就说整起事件其实美国、以色列还是人类最大威胁。我们来听一下。Israel y Estados Unidos son la mayor amenaza para la humanidad en este momento y ustedes están alimentando al monstruo. Israel ataca ilegalmente a Irán mientras continúa su exterminio del pueblo palestino. ¿Y qué hacen ustedes? Ursula von der Leyen apoya a Israel diciendo que tienen derecho a defenderse cuando son el agresor, señora Kallas.
在国际之间，其实中国大陆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提到了，美国是伊核危险的始作俑者，伊朗解决伊核问题的诚意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就是美国一直好像一下又退出协议啊，一下子又要来管啊，才会这样变来变去的嘛。那目前王毅也跟伊朗的外长通话，声称这个中方支持伊朗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也在这个基础上面实现真正的停火。不过川普的态度又出现了转弯啊，他现在又突然在Truth Social上面讲说，中国是可以继续买伊朗的石油哦，希望他们也会继续从中国来购买石油。这个表态跟他过去好像跟伊朗祭出极限施压的政策大不相同，也被外界认为说，这是华府外交政策出现了调整，可能是有意要稳定中东的局势。那根据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的确中国大陆购买石油原油进口量现在位居是全世界第一，2024的进口量是超过了5.5亿吨，所以是不是川普也觉得这个人民币相当的重要啊？这个中国大陆不能够停买石油，恐怕会造成石油市场的波动那伊朗如果关闭了荷姆斯海峡的话，《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还握有秘密武器。那伊朗虽然有这个石油王牌可打，可是美国一样有底气就是美国有掌握叫做水力压裂的技术，可以缓和荷姆斯海峡被关闭之后可能带来的石油混乱。但真是如此吗？这个我们来请教专家，我们来问问赖老师。川普当然很有挫折感，因为他正跟全世界表功说因为他个人亲自跟这个卡达国王通了电话以后，双方就已经谈好了，一个负责以色列，一个负责伊朗。然后呢，这个他的副总统范斯跟这个卡达的行政团队就密切的沟通协调，终于双方都愿意停火。结果宣布完了以后，3个半小时又打起来了。那当然，这个停火因为双方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都是口头宣布的嘛。那当然，对伊朗来说，他觉得你不要栽赃到我身上来。你说我打你2枚导弹，那是你以色列自己宣布，而且你说都被你拦截下来，那你就马上开始对我进行轰炸，那这个是你违反协议。但是我们看起来，伊朗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继续打，那也就是说，他继续在遵守这个核协议。伊朗的总统他自己也说，好，现在这个停火已经形成了，那我们现在伊朗要开始做复原的工作了，然后谢谢战士在这段时间内大家的努力，我们的核设施没有被摧毁。可是问题是在于，川普跟他的这个团队信誓旦旦的跟大家说，伊朗的核设施全部都被摧毁了，而第一时间伊朗说没有被摧毁，大家都认为说，那你伊朗很有可能被摧毁，你为了安抚人心，所以你说没有被摧毁但是也可能你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个川普他们马上拿出他们的更详细的资料，连国防部都出来背书了，说核设施被摧毁了。我们在这个福尔多这个核电厂打了12枚的这个钻地弹，有6个弹坑，所以每个弹坑有2枚导弹打进去。我们的飞行员打得非常的漂亮就是一个打下去以后，第2枚在同一个弹坑再打下去，所以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问题就在 DIA， 也就是国防部底下的军事情报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做了初步的情报评估，也就是说，整个事情发生完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马上补刀因为在美国炸完了以后，第2天以色列过来炸了，那是代表什么？以色列的评估是认为说你没有彻底摧毁，所以以色列过来补刀。补刀完了以后，隔了这么多天，我们看到 DIA 就是美国的军事情报局，就是国防情报局，它不是 CIA 它是专门对于军事活动、国防军事活动的一个评估。它的初步评估是认为没有核心的离心仪、核心的这个浓缩铀没有被摧毁，应该只有表面上的东西。所以等于是伊朗原本他们的估计是3个月才能够做出核弹，所以内塔尼亚胡是说谎话嘛，说什么几天内能够做出来，但是美国当时的评估是3个月做出来，现在他说顶多就是延迟了3个月，6个月可以做出来。那现在怎么办？那如果说 DIA 也就是美国的军事情报局，因为
他不可能，他也没有理由要说谎话。你看美国的情报总监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他不能说谎话嘛？对。那因此他说伊朗没有要发展核弹，他有提炼浓缩铀，可他没有要发展核弹。浓缩铀是核弹的必要条件，但是他没有要改变政策去发展，所以你不能够说伊朗就已经发展核弹了。它有浓缩铀，可它跟核弹是两件事情。好，那现在的情况是，当它的浓缩铀没有被摧毁，而他认为 IAEA 已经没有权利也没资格再去对它做监督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证明它有浓缩铀，而浓缩铀已经消失了，可以做9到10几枚导弹。那如果伊朗化名为暗，开始在做导弹的时候，你川普该怎么办？好，我们来请教舰长。如果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所流传的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卫星照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关于福尔多的这一个核设施那其实它打到的是这2个洞，一个是北洞口，一个是南洞口。那这一个洞口呢，为什么是洞口？因为它原来是通风口。那这个通风口呢，我们这样讲以一般军事的建设来讲因为它是需要通风，那它不会做的跟雪山隧道一样，直直的通往那个排气口，它绝对不会，而是它里面有所转折，也就是避免呢，当你这一个堡垒克星打下来的时候呢，直接打到那个它的一个浓缩铀厂这是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第二个呢？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图片里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每一个在它的这个北洞口跟南洞口的部分呢，其实各有3个洞。那这3个洞代表的是什么？也就代表了其实他们各挨了这个堡垒克星的这一个攻击。可是它有真的钻透吗？因为堡垒克星的说法这是说法是60公尺。可是它的真正的这个我们讲到浓缩铀厂是90公尺，所以要2枚。那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它是一个一个头的话，这3枚就是这3个洞口，结果都打了60公尺，没有办法穿透到90公尺的话，那打的也是一个心酸，打的也是一个寂寞而已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来看《纽约时报》的这张图更为清楚也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福尔多的这一个核设施，它是建构在岩盘之下，它不是只是一般的土壤而已是在岩盘之下，那你要怎么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又凸显了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不所有的通通打一个洞呢？是不是你的 GPS 不准那所以才让你想要从这个通风口打下去，结果每一个都是3个，那就是不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谈过 ，GPS 相对于北斗来讲是相对不准的。为什么？因为它缺少了我们讲到这个地面的校准台那这一个我们叫做 DGPS， 那这一个美国建构很少，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那如果你只靠这个一般的那个也就是主动归向的话它其实不太能够正确的打到那个洞那我们讲到说这一次这个是 CNN 他所报道出来说有关于他的这个独家也就是说没有穿透，没有打中，没有影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跟着看看什么？看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它的说法是什么？它的最新进展叫做说，这个核设施好像有受损但是呢，他讲到一个重点也就是其实他们没有侦测到相关的核辐射。你怎么可能？你打到了那个浓缩铀厂，然后浓缩铀在那个位置，然后打成一个洞了，那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核辐射呢？一般来讲，它就会散逸到这一个大气里面那散逸到大气里面，它其实就变成像脏弹一样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尘埃或者土石通通都具有辐射性。我们看看现在伊朗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就是 nothing 没事。所以其实川普骂脏话，他其实
骂的是那个堡垒克星啊，为什么没有直接穿透？好，陈峰哥，川普很精彩，从他就任以来到现在，我发现有个特点，他喜欢演出半场啊就开香槟，就还没有演完他就开香槟了，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自己的欢呼声自己造。然后你可以从俄乌战争到全球关税到以1停战，都再显示一点，他在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一言九鼎的世界唯一老大。我讲了，俄乌战争要停就停，这个关税我讲了，全世界就要跟着我来。以1战争我说停就停，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大。但是都有一个特点，都有开头，但是都没有结论。就每一个都开头了，俄乌战争这个开头了，现在停了没？然后这个关税也开干了，现在停了没有？一样的，没有人认为它是有的。为什么？很简单，伊朗也罢，或是以色列也罢，都有内部因为停战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假如就这样子认从停战了，他的政权是会出问题的。那么你搞了大半天，国家被人搞成这个样子，那你要结果是，你到底要什么结果？伊朗也是如此。伊朗说你缓急了大半天是这个样子，所以每两个人内部都要解决问题，怎么办？只有靠外部的冲突来缓解他内部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他难解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就整个的战略情况啊，这以色列让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样子，它是号称强国，但好像没有那么强。伊朗号称是大国，看得在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必须承认，美国在这一次里面呢，它是战略得利啊最多的一个国家，至少它向世界宣布了几件事，让你看到了它的战略轰炸能力啊，这战略空间轰炸能力，全世界现在是第一流。这个。大概他是说他是第二，大概世界上是没有第一的了。第二个呢，就在整个的国际整个的国际博弈里面呢，他是把境界玩到了最高潮了。所谓的最高潮就是说，他要的目的就是川普要塑造一个目的，你们都会战争，只有我才会停止战争。这一个他把它给营造出来了。那这个营造出来之后，真真假。他有包括事先通知伊朗的啦，甚至伊朗也事先通知他的这一种真真假都在干什么？通通都在玩一个大内宣跟大外宣的博弈而已。最后我倒要提醒大家，荷姆斯海峡不管结果怎么样子，老共为什么要把那一艘电子侦测船要开到那里去？要干什么？跑得那么远要去干什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就在这个以1的冲突之下，也让北约峰会的展开蒙上了阴影哦。这次的北约峰会看起来，很多事情的转变哦。有些人说，这代表说，北约很想要讨好川普，他们要这个把川普给安抚好，因为不然就像 G7 一下来一下就走了嘛。但是有人讲说，没有，他们是越来越不想理川普。但有没有可能是综合两者？因为谁知道跟川普接触越多，会越出问题哦。就是所以，我们就是点到为止的这个北约峰会，是不是这个相见不如怀念会更好一点呢？那在这样的情火不稳定的情况下，川普抵达了北约峰会哦，他在白宫发表谈话，随后就启程前往了海牙参加北约峰会。他指出呢，以1双方都违反了他先前宣布的初步协议哦，因此他到达了这个北约峰会。以1之间这个脆弱的停火协议看起来是岌岌可危，双方都声称对方破坏了川普促成的停火协议。所以川普是不是有可能就像 G7 一样，当时参加一半，哇，开火了，然后赶快就离开？所以
这个北约峰会真的是蒙上阴影哦。但是呢，虽然目前停火协议仍然正在持续，可是中东地区的停火协议哦，向来就是以脆弱闻名啊。中东的停火不叫做停火，叫做名义上的停火，然后大家还是在你拖我一下，我投你一下，就大家还是在那边零星的战火还是不断，就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过。那伊朗的领导层在以色列2周毁灭性的袭击之后，这个 BBC 讲说好像已经被削弱咯，对于伊朗未来现在已经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 BBC 好像比较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赢面的这一边。可是其他的媒体又觉得说，要不是伊朗这一次回击这么猛烈，真的是让以色列感觉到说，前所未有的轰炸已经让民众都有感，为什么以色列要出来谈和？所以其实世界各国看待这个局势都有不同的意见。那日韩领袖就索性不去啦。以前我们是看到啊，就不论是以前的岸田啊，或者是尹锡悦，好像对于去北约峰会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但是这一回石破茂、李在明他们现在改朝换代，2个现在都不去了，因此印太伙伴看起来都没出席。这个4个伙伴1缺3哦，看起来好像这个局势因为这个以受影响。日媒就报道，中东情势越来越紧张哦，被认为是石破茂不出席的主因，因为各国在谴责你美国怎么可以加入这样子轰炸的行列呢？那李在明呢，他是讲国家安保是综合考量中东情势等不确定因素因此最终决定是不出席的。日韩都没有给美国面子哦。那北约呢？北约到底是怎么样看待川普呢？北约的峰会本来是有3天，但是他们就这样浓缩再浓缩，这个议程现在3天变成1天哦。那不但就是议程啊，还有结论公报现在恐怕只剩下3段，是不是也很担心都通通没谈完？如果你就先走的话，那是不是北约剩下来的人也很为难，也很尴尬？就像 G7 那样子啊，哇，这个峰会就毁了嘛。所以干脆缩短，以防川普变数发生哦。那他抵达了峰会，北约盟友也感到很不安，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川普来就是要讲这个国防开支嘛，川普盯上谁谁倒霉啊。所以他们现在呢，可能要面对这个反复无常的军事超级大国领导人，这到底该怎么样应对呢？北约海牙峰会，他们说在川普的领导之下，大家是承诺会大幅增加防卫开支，避免跟美国总统发生争执啊。那欧盟的主席这个冯德莱恩他说，这看起来是国防的欧洲终于是觉醒了，但真的是觉醒吗？来看一下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现在是喊话欧洲啊，说不要过度担忧美国，我们就专注在什么事情，我们就大家就提高军费就好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川普应该就不会来找我们麻烦的话。可是呢，西班牙跟比利时是不同意的，你说一下子要提高到 GDP 的5%，就像台湾。我们也没办法承受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怎么可能说提高就提高？那如果提高之后，难道就能换到美国的承诺吗？川普是没有正面回应就是这个第5条约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定义，就是怎么样要为北约的集体防卫做一个承诺。他说这个要取决于你啊，这要看看，意思就看你诚意，看你表现啊，我再来看看我要不要来。所以北约也没有换到什么样对应的承诺。那尽管这个增加开支的承诺可能会赢得川普的支持可是在处理欧洲的关键问题上面，比方说像俄乌战争其他北约的领导人和川普是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华盛顿是警告兵力从欧洲调去应付中国的威胁，所以看起来这个川普又拒绝表明遵守第5条协议，因为他现在其实真正关注的是你们有没有掏钱出来，所以各国的民众都已经感受到啦，这个北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军事推销公司所以他们还走上街头啊，海牙这边也爆发了游行的行动啊，讲说你美国根本就是要来这个卖军火嘛，只是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占更多而且现在欧洲想要把这个军费增长。美国的军火商可忙了各集团忙着要抢占欧洲的市占所以不仅川普是在打这个算盘，这个军工复合体同样也是打这个算盘。那真的有人要防卫北约吗？恐怕不见得。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这次北约的峰会只有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增加军费的议题，5% GDP 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笔钱这也会影响到在欧洲、在日本、韩国等其实台湾也是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一个时代。那老龄化嘛，
就是越来越多人退休了，所以他的退休金要支付，他的老人年金要支付，社会福利要支付，还有就是这个军公教人员的薪水还是要支付等等，这个基本的开销就那么的大，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看护需要量越来越大，医疗的各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这个是欧洲目前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困境。其实日本、韩国也是。可是川普的风格就是你给我增加军费，你要我美国人去欧洲打仗，你要给我增加军费。那他为什么要欧洲增加军费呢？他其实就有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你向我买军事装备跟武器，所以他等于是为他的军火商，然后去创造一个最庞大的利润空间。为什么？因为欧洲的国家要能够完全满足欧洲自己的所有的军事上的需求的武器装备不够。例如说，法国到现在只能做出4代半的战机，5代都做不出来。对，而美国有5代战机，所以他们可以向美国购买，但是跟法国就没有办法买了。所以事实上，美国的军火商都已经是磨刀霍霍了，也就是川普现在在逼着欧洲把军费提高。那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对于北约这样的一个组织，他过去以往的态度就是歧视、藐视，他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废物，不需要而且美国也没有义务要为你们欧洲人去打仗、去死人。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态度就很明白了，所以他就利用他的这个歧视、藐视这个北约的这种态度，变成一个筹码，然后逼着你欧洲的国家给我满足我要的国防预算。好，这个吕特就是以前是荷兰的首相，现在的北约的秘书长，他就百般的去讨好这个川普，所以他不但邀请他到这个，因为他是荷兰嘛，荷兰的首相，所以他请他们的国王出面，所以先办一个晚宴，就在荷兰海牙召开，然后在荷兰的皇宫里面办一个晚宴，然后招待川普。川普来了以后，哇，他讨好。他巴结奉迎到你无法理解的地步。他说：“川普先生，你实在是太伟大的总统。你看，你是一个获得巨大的胜利。你看，我们欧洲都愿意增加国防预算，增加很多的钱。你看，你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以前都做不到的，你都做到。你看，冯德莱恩狗腿到什么程度？说你看，我们欧洲人觉醒了。”我们欧洲人以前都认为有美国人的保护，所以我们不需要增加很多国防预算。现在你看，我们欧洲人愿意永远跟美国人站在一起，把国防预算拉到最大5%。而美国人川普说：“你们欧洲人要给我5%，但是我美国不需要，我美国只要3%多就可以了。”那讲了半天，我觉得现在最聪明的是日本跟韩国，找了各种理由，什么中东打仗，现在不打仗了，可以去了吧？不克前来。为什么不克前来？因为石破茂就跟川普翻脸了嘛。对，你凭什么叫我国防预算要增加到5%？韩国李在明也躲起来了，凭什么要我增加到5%？就有一个台湾的某个小岛的那个信赖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血缘也抽不出任何 DNA 有关系的那个人。他却要百般讨好，要把台湾的防卫预算要把它增加，这个简直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拿钱去打仗谁打军校看看官校招生招到什么程度？好，来请教盛峰哥。只要看看韩国跟日本，尤其是韩国，对，不再理美国的这一些呼召以后所谓的印太变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现在的双航母战斗群，未来的3航母战斗群，在第1、第2岛链可以形成一定的嚇阻力量，在南海形成一定的战力之后，我请问日本跟韩国想，我干嘛去扯这一个皮呢？对，日本跟韩国本身是没有能力的，需要美国来支撑的看来美国是不挺，是支撑，或者支撑也支撑不起来，那我干嘛去当小弟呢？这一个改变台湾要充分的体会跟明白，没有了，台湾有事已经跟日本没事了，千万不要以为日本还会觉得是有事。那个第二个呢，就是欧盟或者欧洲或者是北约没有独立处理跟俄罗斯相处的问题，他们就会变成美国的痉挛。今天的欧盟必须面对的是怎么样子，假如在没有美国介入的北约，以欧盟形成的独立的防卫体系下，
怎么跟俄罗斯形成一个共生、共存、共赢的关系，这才是欧洲的思考之道啊！否则，欧洲永远就是美国的痉挛而已；否则，欧洲永远就像什么？就像刚刚这个赖老师讲的，川普去那巴结的不得了，李特因为他的政治性格，大家都晓得，他乔王，他是最会后来后去的，他是后得有名的，所以他还想把川普给后进去，他也不晓得他是小后王啊，真正的大后王叫川普啊，所以你后他，川普也在后，川普就是宁愿在那里享受那个瞬间呢、当 king 的乐趣啊，但是呢，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假若欧洲仍然继续要依赖于美国的话，那永远是一个离不开奶爸奶嘴的北约。那么很简单，最后的结论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大赚特赚，因为欧洲现在真正能生产武器的国家，全方位生产的大概只有法国，勉强加上一个英国。可是整个重大北约所使用的武器系统还是美国，增加经费多爽啊！美国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总谈这一句话，没有能力处理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永远要吸美国那个奶爸的奶嘴。好，来请教舰长。如果我们看 BBC 的报道啊，他特别讲到，也就是川普呢，他在前往北约峰会的空军1号上面，他分享了一封来自于吕特的一个私人简讯啊。这些人还没有从之前的白宫国安顾问沃尔兹的身上啊得到任何的教训啊。当初不是就是一群人使用 Signal 这个社群媒体，结果呢就泄密了。你们现在又开始北约秘书长跟川普这样子，大家讲得很愉快啊。你确定你只有讲这个逢迎拍马的话吗？未来你会不会一不小心重要的军事的机密你就在这里面交流？第二个我们看到有关于北约的部分现在大家都讲到说要让北约的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都达到 GDP 的5%，这有多困难啊？我们来看看这张表这张表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波兰目前 3.9%， 但是它是最高的。第二个美国 3.49%， 那第三个希腊 3.01%， 以上都是超过 3%， 就这3国而已，其他的通通都不足 3%。 那如果连 3% 都不到，你要叫它增加到 5%， 你觉得他要拔哪里的鹅毛呢？他拔哪里的鹅毛，他下一次就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一些英国的首相或者是德国的总理通通换人，就是这个答案。所以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人家为什么不愿意照办呢？原因就在这里，如果照办了他就没有下一任了。那当然不照办呢，那对于西班牙跟比利时来讲，它离战争很远叫做关我什么事啊？那你随便嘛，对不对？那至于说对于亚洲来讲，其实亚洲跟美国一直是一个轴幅结构，也就是没有一个集体防卫的机制。那当初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太伙伴国，就是美国想搓成的，然后从那个蔡英文到现在的我们的领导人通通都想要加入，结果现在石破茂跟那个李在明就已经告诉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如不去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昨天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中新办开了记者会那是宣布93的阅兵。那这一次的93阅兵是要
这个庆祝抗战抗日胜利80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因此也是特别盛大展开啊！大家都会拿跟2015年的这个规格来比哦，这一次可能是更加升级，甚至呢，中国大陆还释放出了消息说，这一回也要邀请这过去国民党来参与到抗日战争的老兵也一起到这个阅兵的现场，也表达这个其实两岸就是一起打了这一场抗日战争哦，所以特别具有意义。那我们看看这一次的93大阅兵哦，那在美国眼中就说这好像是不是要解放军要秀肌肉啊？其实9月3号举行大阅兵哦，的确是可以看到很多大陆的现役主战装备，包含了无人机的智慧武器啊，还有新型的作战力量都会亮相哦。那到底有哪些利器呢？解放军可能会借此来展示一下歼35隐身战机这样的一个舰载机的版本，以及最新的空警600预警机，另外还有运20B 运输机哦，新型攻击无人机、直25装突击型的直升机，还有空警700这些新型的军机都有可能在这一次的阅兵活动当中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也蛮期待啊，看看这个最新解放军的这些武器的亮相，这个军事迷一定非常期待的。那再来这个运20B 的运输机啊，空警700，我们也特别找了这个图片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次呢，这个大陆的网友讲安排部分呢，这个无人智能还有水下作战哦，网电攻防啊。还有这个高超音速这种新型作战的力量啊，都会展现出来。大陆网友很兴奋啊，就说让大家、让国际、甚至让美国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阅兵啊！因为上回这个美国的阅兵像散步一样，真的太垮了。这个中国大陆要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大国的阅兵，让美国学习一下。那所以再来看看这个。川普啊，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超车当然是非常的忌惮。看到中国大陆的阅兵，其实在好多地方，到俄罗斯啊什么的，他都看在眼里啊，就是偷偷学，又学不来哦。那但是呢，这个想尽办法在科技上面想要对中国大陆卡脖子。不过呢，中国大陆的矽光子晶片问世哦。环球时报报道，复旦大学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这样的矽光子整合高阶模态多工器的晶片。换言之呢，是一种以光而非以电传递指令的数据多工器哦。中国大陆投入的心力来看，其实光子技术上面的确是有机会超越美国的。目前中国研究机构在后摩尔时代的晶片技术领域的产出已经是超过美国的2倍，而且呢，占据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着重在光子领域。换言之，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要换道超车啦！又来啦！当初电动车也是这个样子啊，我就换道超车，我不跟你在燃油车比，我现在换个领域，同样晶片是不是也要出现这样子的这个电动车现象呢？而且大陆官媒他们也在呛虾，就是美国想要撤销中国大陆的晶片豁免授权哦。那中国大陆的官媒就讲，这个你想要卡住这些制造设备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些制造设备是可以取代，但是我们的稀土是不可取代的。那因此呢，川普现在也打算呢，我也要开始制造，我也要开始冶炼哦，先从铜开始啊，要说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从铜矿开始。那其实美国的铜矿比起其他国家来的多，可是开采成本太高，现在他们目前美国国内只剩下3间的这种冶炼工厂，所以近乎是绝迹啊！你这样子，还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你能够急起直追吗？还是真的能够让这样冶炼的这个铜的行业回流吗？恐怕是很难。而且美国现在的消费信心指数5月份零售业营收年减1.6%。创下连2黑代表说，你看从4月开始，4月、5月，你打关税战就已经直接重创你的消费信心。而且呢，这个知名的债券天王格罗斯也认为，美债可能会出现小熊市的状况哦。美国联准会主席现在也不打算要降息，因为他还是持他的立场嘛。鲍尔认为，静观其变看这个关税冲击，所以让川普非常生气每次都在那边骂鲍尔。鲍尔就说这些都只是杂音没
有打算要理川普，不急着降息。那很多人就是在赞下，就是说，鲍也做得好，就是气死他，气死川普，让川普再嘴都没有用。只不过这个内部的纷争哦，倒是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个中国大陆在全球市场，人民币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美国的霸权不在了吗？有越来越多的央行哦，现在储备从美元转换为黄金、欧元跟人民币哦，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大警讯啊。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刚翟轩问我说：“这个好不好吃？”我说好吃。然后有没有杂质？没有。因为主体多的话，然后我们知道杂质就是比较少量的东西，那个叫杂质。台湾绝大部分人是反对台独的，所以主张台独的是杂质。我们反对台独的才是主体啊。所以那个赖清德的杂质就说我是杂质，他是杂质，不是我，是他是杂质。对啊，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反对台独嘛，所以他是杂质。那为什么我要突然间引这个来谈呢？最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发觉，赖清德不讲7.7抗战胜利，不讲9.18，也不讲这个9.3军人节，都不讲。他只讲欧战，他不讲第2次世界大战。他不讲反法西斯、反军国、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他不讲台湾为什么会解放出来，就是脱离日本人的殖民。我们2等人啊，原来在日本殖民的时候，台湾人是2等人，现在变成自己的主人。那是因为这个抗战嘛，抗战胜利以后，台湾才回到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两岸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情况，那是1945年的时候。两岸就是同属于一个中国，因为只有一个中国。好，那现在欧洲的国家他们想要改变这个历史啊，不再谈2次世界大战，不再谈法西斯的一个战争，然后在亚洲这个地方啊，赖清德不再讲反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大陆要告诉全世界，历史的定义不是你们可以去篡改的。所以这一次的9.3军人节要扩大，因为第一个它是80周年，第二个。要扩大，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这是一场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战争。历史是不容许篡改的。欧洲人，你们尤其美国还有台独的，想篡改历史，你做不到，你也不可能实现。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中国有没有要秀肌肉？有了，但是只做不说嘛。也就是说我阅兵给你看，然后你来看看中国的阅兵跟这个美国的阅兵，我们来做一个比较。阅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它是跟作战一样非常复杂的，因为所有的人员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甚至分秒必争。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进入这个主场，然后你的飞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来。你想想看，这么系统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后勤作战指令，所有的都含在内，这个就跟战争是一样的，它是很难的。那美国为什么会阅兵拉拉叉叉？就是因为散漫嘛，他们能够欺负小国、弱国，但是他们没办法跟大国打仗。中国大陆是告诉你，我可以跟大国打仗的。你美国人你要来侵略的话，你来试看看。所以我觉得这次阅兵很值得看。好，来请教舰长。相对于多数来讲，少数才是杂质，少数才是其余人。所以呢，我们要分清楚。谁是其余人，谁是杂质？杂质自己说自己是杂质，这个很少见。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今年的9月3号啊，要进行这个大阅兵。那如果我们按照体系化来讲的话，最高也就是空警3000啊，那也就是运20胖妞他带着一个阵列雷达，那结果它变成高度最高的一个预警机。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空警600啊，那还有空警700啊，空警700是陆用的，空警600是要从福建舰上弹出来的。那其他的，那我们还讲到说有各型的战机啊，各型的战机一定会让大出风头的歼10C 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编队。为什么？因为也就是歼10C 证明了中国的武器，那不是像这些
杂质跟其余人讲的一样，说中国的武器啊，那根本都不堪一击啊。相对而言，法国的疾风不堪一击。那另外啊，还有歼20、歼35这一些战机，这我们已经从空中的，我们要讲到地面上的。最近最拉风的叫做什么？混合动力战车啊。那这一个有其他国家有吗？有可能有，但是研发中，中国立刻拖出来给大家看。我之前就讲过，在5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那个是个门槛。然后真正的天花板是解放军的阅兵啊。大家如果仔细的看，现在刚刚在喊口令的这些人啊，他不是尉官，也不是校官，他是将官啊，他们都是将官带头踢正步的。你想想看，一个40-50岁的跟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踏同样的步距，踢同样的正步，这个其实也就是真正的体能训练啊。其他的相对而言都是花拳绣腿而已。那至于美国的，那只是大家来走一走啊，逛逛街啊，那个更是不值得一提。那叫做压马路了。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是这样子啊，这个也给各位一个2位讲完之后给一个补充，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正面是25人，然后14列，所以合起来是360个。这个当过兵的比一个营的人还来得多。然后踢到整齐划一。各位请要讲，25个人一列要围整齐是非常非常的难。然后360个人一个方块有没有？要围成的整齐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都是经过训练。这个训练不是说他都会打仗，而是证明这个军队是可以有纪律的。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在阅兵，在哪里？在台湾要思考这个问题。中华民国。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叫做赖清德，执政的党叫民进党。我请问你们如何面对2战、面对抗战、面对日本的投降、面对台湾的光复？当你这些你都不敢面对的时候，就不要对北京的阅兵指指点点，是，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出各种不同的恐吓，让心怀民族骄傲的人，让心怀抗战，让中华民族重新再站立起来，能够成为世界5强，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中华民国的这一群伟大的军人，是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们不去参加？对，你不办嘛？你办了谁会去参加？你不办，不要叫去参加的人是不对的。你不办，不要让心怀民族情感、民族真理的人去参加，是变成是负担的。不要用道德绑架我们，因为你先堕落。有先堕落的民进党，有先堕落的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领导人，有先堕落在先，就不要要求别人在后。我讲这个立场，我们要很大的去表达出来。否则的话呢，你看着办好了，又开始又狂言乱语了。我还是在那边讲，当你不办的时候，当你不愿意面对的时候，站在曾经在80年前打败的日本，让一个在甲午战败曾经被打趴的中华民族，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站起来的骄傲。今天你是总统，请你把中华民国的骄傲展现给我们看嘛。当你不敢的时候，别人要做啊，就不要啰嗦。你在抗战，中华民国绝对是有发言权的，但是当你放弃了发言权，那当然别人就失去发言权了嘛。何叫自由？所以不要做这一种堕落而令人痛恨的事，更不要老是讲人家是杂质。